当地时间周一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全国讲演，这是自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阿首都喀布尔之后，拜登首次公开发声。讲话中，拜登承认事情进展比预想的快，但坚持维护自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他将矛头对准了前总统特朗普与塔利班达成的一个协议，还对阿富汗总统加尼极为失望。对于拜登将责任甩锅给阿政府，美国国内媒体几乎一边倒予以批评，而包括特朗普在内，共和党则抓住机会对拜登展开猛烈抨击。阿富汗局势巨变，拜登急忙结束了戴维营度假区的休假，在一片批评声中回到白宫，并于当地时间周一下午发表全国演讲。That there was never a good time to withdraw U.S. forces. That's why we're still there.We were clear-eyed about the risks. We planned for every contingency, but I always promised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I will be straight with you. The truth is, this did unfold more quickly than we had anticipated. 拜登强调，建立国家从来不是美军驻守阿富汗的目标，还警告塔利班不要阻挠美方人员撤走，否则会面临毁灭性后果。Afghanistan political leaders gave up and fled the country.The Afghan military collapsed, sometime without trying to fight. If anyth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week reinforced that ending U.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now was the right decision. 此外，拜登不忘再次搬出中国和俄罗斯，称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会乐意看到美国继续在阿富汗驻军。讲话快要结束时，拜登特别提到了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外号。他承认，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犯了许多错误。讲话结束，在场的记者争相提问，但拜登并未回答任何提问，转身离开。之后，拜登又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目前的军事目标就是尽快将美国民众和盟友送到安全的地方。我觉得拜登这个发言啊，其实核心的一个意思就是转嫁责任，拒不认错，他把这个责任推诿到这个阿富汗前政府的无能，阿富汗前国民军的政府军的这种腐败或者是溃败。但是我觉得换个角度讲，那么阿富汗前政府是谁支持的呢？是美国支持的。那么阿富汗前这个政府军是谁打造的？是美国拉拢他一些盟友斥巨资打造的。那么这本身就表明了一个美国政府的政策的一个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讲话中多次将矛头对准前总统特朗普。When I came into office,I inherited a deal that President Trump negotiated with the Taliban. Under his agreement, U.S. forces would be out of Afghanistan by May 1, 2021, just a little over 3 months after I took office. 他又提到，特朗普大幅缩减驻阿美军规模，从约15500名美军减到2500人。此番表态引起特朗普的强烈不满，他发布声明要拜登引咎辞职。称拜登不光彩下台的时候到了，共和党也抓住时机对拜登政府火力全开。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周日与政府高官举行简报会时，指责拜登政府搞砸撤军计划，并称这对美国产生的效应将持续数十年之久。对于拜登在讲话中称结束在阿20年战争是正确的决定，并表示美在阿政策目标不是重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倒也是句实。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表示，不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过多精力，通过无休止军事干预重塑其他国家的错误。希望美方能对其动辄军事干预、穷兵黩武的政策做出认真的反思，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那么，喀布尔易主，塔利班主导新权力安排，而联合国安理会也呼吁阿富汗各方寻求政治解决途径。那吴先生您如何来看待未来的发展呢？外界希望阿富汗恢复和平与秩序，不再是地区乱源，而几十年的战乱已经印证了，实现的途径只能是阿人主导、阿人治阿。从联合国的声明看，即便塔利班取得军事胜利，但国际社会依然希望阿富汗的未来有一个团结、包容、有代表性的新政府，体现阿富汗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性。目前观察，自从14年重新崛起后，阿富汗塔利班内部也经历了深刻的重构。但另一面呢，
正因为长期被美军打击，强敌环伺，塔利班在坚持教权立国的原则上，像这次夺权，塔利班的政治攻势就比军事攻势要强得多。比方说，规范军事人员的言行，保护平民利益，对降将既往不咎。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塔利班和前总统卡尔扎伊的关系。因为在阿富汗的政治史上，都逃不过普什图族两大部落联盟，也就是多拉尼和吉尔扎伊的较量。像刚丢掉权力的加尼总统就属于吉尔扎伊联盟，而卡尔扎伊呢，则来自多拉尼，和今天的塔利班多数领袖同属一派。卡尔扎伊呢，又和塔吉克族什力派首席执政官阿卜杜拉结盟，带头呼吁与塔利班和解。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因崩溃式撤退而备受舆论抨击。那您对此怎么来看？美国难道真的会从海外全面收缩吗？我想强调的是，从出兵阿富汗的那天起，美国就不是以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的。美议员麦克华尔兹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打阿富汗就3个目的：一是阿富汗和中俄、伊朗都有共同边界，占领它可以牵制战略对手；二是从阿富汗影响中国西部稳定，开辟对华第2战场；三呢，掠夺阿富汗资源。这里面没一个是想让阿富汗好起来。拜登就公开承认过，美国从一开始就没追求让阿富汗人真正团结起来。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看，拜登执政期实际处于美国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军力都没有形成压倒优势，而对手能力成长又过快的一个大背景下，总体上处于战略收缩的调试期。特别是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大搞撤军废约，要求盟友伙伴承担更多的义务。到今天呢，拜登的所谓修复调整，不过是把这些让盟友寒心的事儿做得稍微文明点，但本质没有变，那就是必须减少美国的霸权成本，放弃更多的国际责任。从大势看，未来相当长时间，美国将逐渐从处处可见的唯一霸权调整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但我们要警惕的是，越是美国感觉力量不足时，就越会裹挟迷惑其盟友伙伴去为他挡枪趟雷，达到将这些伙伴推到前面，将战略对手近身盯防，而自己呢就能离岸制衡，完成自我修复，换取时间空间。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东部战区周二中午发布通报表示，解放军出动多军种力量，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而当天正是中美817公报发表39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采取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反对台独及其分裂活动，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周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此次演练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东部战区将持续加强战备训练，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东部战区实兵演练引起岛内关注。有分析认为，这次解放军演练与过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再局限于大陆沿海，而是直接穿过巴士海峡，延伸到台湾东南海域，就是回应日前传闻的所谓美台海巡在台东部外海联合演习的信息。而台防务部门智库台防务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则推测，解放军此次在台岛东南方演习的目的，就是阻断美军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的交通线。解放军的经验两个情况，在西南台湾的西南部大概就是南部战区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都比较隐晦的，不会直指台独了但这次来讲的话，你看直接就直指台独，要这个粉碎台独了的图谋。第二个就是用东部战区出来，因为从这个今年3月份美日2+2的这个会谈以后，他们联合声明把这个东海就包含钓鱼台的这个和平稳定跟台海连接在一起。东部战区出来，那很明显的也是针对的美日台之间可能做联合的一个军事演习所应对的一个方案。周二当天正好是中美817公报发表39周年。中美1979年建交时，对军售台湾问题因未能达成共识而搁置。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有关军售台湾问题的公报，也就是817公报。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与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来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至此，由于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告一段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眼前的事实是美方不断违背自身承诺，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所谓官方往来，向台湾出售各种武器，帮助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他强调，无论美方向台湾提供多少武器装备，都不可能改变两岸关系大势，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统一进程。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中方敦促美方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采取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反对台独及其分裂活动，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在日本战败投降日的谈话，避而不谈日本的侵略历史，更没有提到反省与道歉。更有日媒报道称，菅义伟政府正打算提前修改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主要诉求是增加防卫费，而借口又是在周边海域应对所谓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妄称为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准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就指出，中俄要携手捍卫2战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绝不容许任何人挑战战后成果和国际秩序。日本的防卫计划主要有3份，分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其中，中期防是一份5年计划，负责确定日本未来5年内的防卫支出总额与必须的防务装备数量。现行中期防于2018年12月确定，覆盖2019至2023财政年度，确定了这5年日本部队编制、防卫装备的规模和相关预算。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菅义伟和防卫大臣安信夫等政府高层在本月上旬开会确认了将修订中期防的方向。防卫省将在月底前向财务省提交2022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新财年防卫预算将大幅增加部署美国 F-35隐形战机相关经费，配备可用于运输夺取离岛作战部队的中小型运输舰，增加对太空、网络等领域投资，加强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武器等研发。报道称，中期防的修改力争最快在年内实现，比原计划提前2年，理由是所谓应对周边海域威胁。这其中呢，其实日本考虑最主要的就是呢台海形势的变化，所以呢这反映出呢日本高层认识到呢由于呢海峡局势的紧张，他们呢要抓紧呢提高军力，准备呢参与到海峡两岸的冲突当中来。今年4月，菅义伟赴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会后，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写明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宣称决心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外界认为，提前修订中期防正是将联合声明的相关内容付诸实施。日本每日新闻透露，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2财年预算草案中拨专款约合59亿元人民币，用于额外采购约10架 F-35A 和 F-35B， 以加快所谓防范中国的准备工作。报道称，其中 F-35B 战斗机将加速部署到正在改装成轻型航母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上。
2018年起，日本自卫队敲定出云号改装工程。第一阶段改装旨在为出云号增加 F-35B 作战能力，涂上了从尾至首贯穿飞行甲板的黄色标识线。此外，还敷设了耐热涂层，目前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改装将出云号舰首形状将从目前的梯形变为矩形，使 F-35B 操作更容易。而同级别的加贺号改装已经完成。它要在原来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基础之上，再加大呢对 F-35B 这样的作战飞机的采购，直接可以部署到呢日本的直升机航母上，甚至以后呢都可以部署到像大宇级的运输舰上，来在海洋和空中力量上对中国形成新的优势。刚过去的周日是日本战败投降76周年。周一，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表示，8.15这一天也应是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日子，但日本一些政要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参拜供奉2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挑衅，是对国际正义的挑衅。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都不能容忍，都应予以强烈谴责。王毅说，中俄要携手捍卫历史真相，要携手捍卫2战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绝不容许任何人挑战战后成果和国际秩序。拉夫罗夫表示，俄中在维护历史真相、反对篡改2战成果方面开展了重要合作。俄中作为2战期间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主要战场，为击溃侵略者做出决定性贡献。双方应继续加强协调，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反对任何势力对历史的抹黑。美国和日本通过2+2的会谈，包括菅义伟访问美国以后所进行的联合声明，公然的对我国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再加之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对于东北亚局势、对于整个地区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中俄两国这样的一个通话，更加强调了，不管是任何国家不能通过任何的方式来违背现行的这种国际秩序，也不允许他们来破坏现有的2战成果，而两国更有信心和决心保障世界的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首次就乱港组织民阵解散作出回应。他表示，对于触犯红线的相关团体，解散是其唯一选择，但解散并不能成为这类组织的免责条款。林郑月娥还表示，如果没有香港国安法，香港就会成为颠覆国家的桥头堡，因此回归正轨是应有之义。香港国安法的效用不只是处理2019年下半年开始在港发生的黑暴违法活动，不只是止暴制乱。事实上，香港国安法为香港可以贯彻一国两制定下基础。下周二，香港律师会将举行周年大会，并改选部分理事，产生新的管理层。港媒称，要改选的5名理事被视为亲反对派的律师。香港社会对个别参选人会否令律师会这样一个拥有超1万余名会员的专业团体变得政治化表示关注。林郑月娥表示，在香港这个多元社会，特区政府鼓励一些团体组织的存在，但每一个组织都应该自问其是否在违反法律之下运作。若这些团体偏离宗旨，特区政府唯一的取向就是与其终止关系。特区政府与香港律师会关系深远，包括委任律师会成员，加入司法人员委任推荐委员会。一旦律师会成为政治组织，就会重新审视相关合作。香港律师会会长彭运熙在随后参与港媒节目时就回应指，香港律师会并非政治团体，一直保持政治中立。彭运熙表示，个人有不同政治取态，如果律师会涉足政治，将不利于会员利益。他认为律师会应该回归基本，作为专业及监督团体捍卫法治。 I think the message have to come out very clear. For the interest of law society as a whole,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main apolitical so that we can discharge our duty as a professional bodies. This i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law society. It is also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our over 12,000 members. 人民日报客户端周一发文表示，站在法治的一边是香港律师会应有的觉悟。一个理性务实的香港律师会，正是香港社会各方的期望。
文章告诫律师会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人们希望看到香港律师会在即将到来的周年大会上砥砺初心，坚定信念，把握住历史机遇再出发，绽放时代风采，不负市民期望。香港律师会相对而言呢，它与大律师公会那种政治化程度比较深是有所不同的。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及香港这个相关人士的这样一个提醒呢，一定要以香港大律师公会的政治化为戒，需要每一个香港律师会的这个成员以及即将选举产生的这个管理层呢，是这个要深明大义，站在专业跟法治一边，那么与特区政府、香港社会一起守护好香港的这个法治的核心价值。另外，香港大公报周二发文关注教协解散、民阵散党，乱港分子是否从此偃旗息鼓？文章说，反中乱港组织的核心骨干成员多数有多重身份，如教协监事会主席潘天赐也是职工盟2代主席兼现任职工盟会长，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则是职工盟秘书长。文章提醒，各乱港组织之间的关系互相交叉，哪怕教协、民阵不存在了，但其骨干成员仍可在职工盟等平台暗中搞事。针对职工盟长期勾结外部势力、收受海外资金、发动罢工、删报的反中乱港行径，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就强调，如果任何组织可能勾结外国势力或犯下任何刑事法例，如洗黑钱等等，全部都在调查范围之内。萧泽颐表示，香港警方会加强社区警政，扩大情报网，全民线上线下齐心揪出反中乱港分子，绳之以法。萧泽颐还介绍，国安热线7月共收到超过3万条举报讯息，比此前每月平均1万条有明显上升趋势。感谢市民为国安反恐出一份力。我相信香港的这个警方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进展，而且香港的法治体系呢，不会容许反中乱港势力有残余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和本地法治。香港立法会周3上午将举行会议。在政府法案方面，2021年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将在会议上首读和2读。根据香港特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上周提交的文件，草案列明禁止网上侮辱国旗或国徽。局方指，修例后，不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世界中，公开及故意侮辱国旗及国徽的行为均属犯罪。条文订立的刑罚水平维持不变，即最高可处以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与国歌条例有关侮辱国歌的刑罚水平一致。文件还指出，由于侮辱行为可能涉及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了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调查，草案建议把检控时限延长2年。另外，草案也涵盖国旗及国徽教育部分，建议规定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需就将国旗及国徽纳入小学教育及中学教育发出指示。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今天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回应民阵解散，说与言论自由无关。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主持人好，首先呢，要看清楚民阵是一个什么货色，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才能判定呢它是否在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民阵呢，它是一个反中乱港组织。过去10多年来啊，这个香港的种种乱局，特别是2019年修例风波中的诸多街头黑暴和乱港行为，都是民阵呢这个挑头组织和发动的。人们经常听到的这个治暴治乱，其实呢就是要制止民阵的恶行。民阵呢还与外国干预势力勾结，利用舆论呢唱衰香港，鼓吹港独、煽动黑暴，发动蓝潮。那终极目标呢，就是要摧毁香港，破坏一国两制。这样的组织是不受宪法和基本法保护的，恰恰相反呢，是法律打击的对象。林郑说民阵自愿解散与言论机会自由无关，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呀，这民阵呢根本就没有注册过，按照香港社团条例的规定，它早已经是属于非法组织。而这样一个招摇过市、道貌岸然的黑户，竟然堂而皇之的以关注政治及民主议题为幌子，这裹挟了香港社会19年，多次触碰到国家安全的红线。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呢，都不会允许让一个致力于颠覆国家的组织存在。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国际惯例，就是任何国家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前提呢是个人和组织都是忠于国家的。颠覆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就不在
这自由的保护圈内。那么，特首林郑月娥今天也提到了香港律师会，说律师会如果将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特区政府也会考虑终止关系。那么，具有100年历史的律师会命运会怎么样呢？前段时间解散的教协也是蛮有历史的，但是呢，他将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不务正业，从事闪报活动，这个荼毒青少年，披着川岛守野解惑的华丽外衣，行使着反中乱港的邪恶行径。那么教协呢，自去灭亡解散之前呢，特区政府教育局已经终止与他的业务联系。那么香港律师会呢，是否也要重蹈教协的覆辙呢？这是个问题。律师会啊，现在处在十字路口。如果站在法治一边，捍卫香港的法治精神，保持专业定位，这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那么在维护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上有所作为，那么呢，这律师会就是在坚持专业精神，在走正道，就有比较光明的未来。相反，如果律师会不能够汲取教训，将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选择与法治为敌，为这个反中乱港行为呢辩护或者是纵容，那么呢，就会像教协一样丧失这个特区政府的认可，甚至呢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香港律师会成立的初衷呢，是要发扬光大香港法治的独特优势，在这个法治领域为香港社会啊谋福祉，那么让香港呢享誉国际的这个法律人才有更大的这个舞台来施展才能。那么但愿啊这个律师会呢能够守得住这份初心，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专业作用。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